我觉得不是最近，我好像从以前到现在，我都一直觉得我的状态是迷茫与幸福共存。我想要跟大家讲大家也不是说网友啦，就是可能我身边的人，我不想要一直隐藏自己的身份，我觉得很烦。就每个人一见面，什么时候交男朋友？不要再问我了。大家拿的剧本好像都一样，就是你小学上完就上中学，中学上完就去大学，然后就业，然后结婚，然后生孩子，然后死掉。OK， 我们先把小学、中学义务教育 OK 义务教育删掉它。对。然后大学对工作，然后结婚啊，结婚，然后生孩子，我们就死了。然后死掉。OK， 我们把生孩子、结婚去掉，然后剩下是大学、工作跟工作，然后死掉。既然人生的尽头都是要死掉的话，大家为什么活得那么苦？没有啦。本节目仅代表个人创作者的个人观点，也是基于个人经历与观察，不构成任何法律、签证或官方的建议。欢迎大家进行头脑小风暴与讨论，如有不当之处呢，欢迎留言交流，友好交流。ありがとう。嗨，我是南怡。好简单哦，这介绍好简单哦。耶。你在上海哦，韩国，还有纽西兰，哪一个影响对你来讲会影响 inspire 你，或者你那一个阶段变化？我觉得是韩国啦，韩国，因为上海那个时候去读大学，也不是我的本意来的嘛。因为读大学是因为大家都在读大学，其实我那时候没有要读大学的，但那时候成绩还不错，所以我有跟老师反映过这个问题，我不想读，然后老师就讲为什么你不要读，你都可以读这样，我就跟大家全部人都去我嘛去哦，然后刚好又进到上海交大嘛，然后就上海感觉还不错啦，就这样就去了。可是其实我一去到大学，我知道我不喜欢的。是什么专业啊？marketing。marketing 本专业在哪？marketing 本专业，marketing。第一年一读完哦，我就有念头想要停学跟休学的。可是那时候身边朋友也是讲，你读一年这样辛苦啊，东西都难得 pass 掉，就是全部都过了啊，不要浪费哦。OK 啊，反正也读一年多3年嘛。第2年我也是有一样的想法，但是就是要休学。可是那时候的想法就是我都撑2年了，再撑多1年，对，还再撑多2年就结束了嘛哈。第3年也是撑就1年啊，就1年，我不要撑下去没有，到第4年我不要。我大学感觉停在2020年的那个中国那个冬天，这样就没有了。然后你就去韩国了啊？对呀，我也是蛮开心的。我觉得 COVID 这件事情确实是很不幸，可是也因为有 COVID， 我才真的是有机会到韩国去这样子。所以我感觉算是不幸中里面的一个小幸运。什么时候让你这个 moment 产生？其实韩国语学堂是一直都有想要做的事情来的，只是没有这样强烈啊。可是那时候你 MCO 哪里都不能去嘛，我们要去旅行也不能，然后要回大学又不能，就只能在家里。然后不知道有一天真的是去语学堂的这个想法就跳出来了，然后就查了一下，发现如果我们报2个学期，就是6个月啊，他就可以给你签证出国这样。你只要报6个月，他就可以给你那个签证，然后那个时候你有这个签证，你才可以出国嘛。就是你普通旅行是不能出国的。对，所以那时候算是我觉得一个机缘巧合下，然后就报名，然后就一待2年哦。我本来计划待6个月罢了，然后以为可以回上海，那在那个大学关到就是那一代毕业了，我们都还没有得回去。我觉得在韩国我算蛮重新认识我自己的感觉，因为认识一群新的朋友，然后他们每次的谈话都会丢给我很多新的 information。对，是你从来没有就在我的原本的朋友圈，我们不会有的话题，在韩国就突然间好像打开我的新世界这样。你有问过你朋友为什么会有这个问题？为什么会觉得一开始应该不是这样问，一开始是因为他们看 BL， 有2个很疯 BL 的女生，然后他们把这些事情讲得好像很家常便饭这样。OK， 但是那个时候我依旧对同性恋这个东西是没有太大的，就我不会 expect 到是我身上会发生的事情。你就觉得会看热闹的感觉。对，那时候是这样子的概念，就OK， 然后慢慢对同性恋这个东西有一点小改观这样子。一开始我自己也是蛮觉得，同性恋好像很可怕这样，因为我从小到大生长的环境，我一接受到的那个环境都是这样子。你什么想法会让你觉得很害怕？我在小时候一直听到同性恋很可怕这件事情，然后就会觉得我是不是也要变得我觉得很可怕的那些人？就我的 mindset 就是一直觉得同性恋很不正常，就是我是恐同者之一。Homophobia。Oh yeah, me. That was me. 因为之前是，现在不是。现在是 part of it。哎呀，耶！
我不知道大家知不知道吗？MOO是一个韩国女团，然后他们的粉丝呢就蛮多是 LGBT 群体的，就是在韩国也好，在外国也好啊，这样子。然后我那时候认识一个 Malaysia 的母，这样，他也是在那边生活，这样很直接。第一次见面，我们也是网友，第一次见面就是，那你是喜欢女生的吗？我就。好直接啊，很直接，很直接。我们什么话都还没有聊哦，他就第一句就蹦出来嘛。对，我们就自我介绍过后就那你喜欢女生的吗？一代啊。然后那个时候因为那时候我就还没有意识到我自己是什么嘛，就我还在一个摸索的。对，摸索也不能讲摸索我其实完全是 enclose 的 enclose，就是我以为我就是异性恋罢了我完全没有把我是同性恋这个 option 放在我身上。OK， 对，所以就是他问了我就怎么会有这样的问题？然后又在有一个另外一个比较刚认识的朋友也是问我这个问题，就是一直这样被问了过后，我才去思考这些事情。我就I'm less 验证跟查证自己的性取向的意思是吗？有用 Google search 吗？有，我就是看片然后我就哇有感觉。然后那时候我又被朋友推了 GL 的小说跟漫画，我就为什么我23岁了才知道这个东西你有追太白吗？我没有追太白 ，sorry， 我知道太白很红，可是我没有追。但是那个时候我是怎样去，我就是发现，我对这种东西是有感觉的，然后我就 try to 看回男女的 A 片，然后我就看到的时候我就，no， ダメだ ，cannot， yeah， 就这样，然后我就这样子应该是蛮明显的吧。就是我觉得我那时候是通过好像影片也好啊，然后认识的朋友对话，然后在自己好像可能对女生确实是情愫会比较深的时候，这样子去验证。我现在不用验证了吧？现在挺明显的，挺明显的。那时候我讲是双性恋，是因为我还在摸索的阶段，我不能，我感觉我就是要给自己好像，其实我好像其实对男生也是可以的，只是女生也可能可以这样。其实这是一个给自己的小安慰，因为我还不到完全可以 accept 自己是跟人家完全是不一样的，对，所以那时候我会讲，我好像是双性恋这样，就这样，感觉是被灌输的。没有啦，可是我过后是去回想很多事情，就是我从中学开始为什么就没有对男生有任何的感觉，然后我其实也有在批判跟检讨自己的过程。就那时候人家都会讲，哎呀，肯定是你太大大咧咧啦，所以男生不会喜欢你啊，还是什么这样子的东西。You know， 就是我会以为是我的问题，所以我才会对男生没有感觉，还是男生不喜欢我。就是我把整个东西都是把它建立在一定是跟男生在一起的这个状态下去谈恋爱的话，让我非常的没有兴趣。就是我不会有任何很想要谈恋爱这样的感觉。所以那个时候就慢慢这样有一点打开我的，算是打开我自己去把自己就我可能有另外一条路 ，maybe 我是同性恋这样子去想，然后再把以前的很多事情这样结合起来的时候，我就发现呀。其实我过后应该是有发一个只是出柜的 video， 就是那个 BBD，把那个 BBD actually 是应该是1年前还是2年前我们就拍掉了的，我们就已经拍了的，就那时候我的朋友们已经是知道了对，只是那时候我还没有勇气放上网上，应该做了很多心理准备吧。有我一直以为那时候这样子 share 不会紧张，可是一 share 完，我手真的是在流汗像你的父母那时候是知道的吗？我是没有特地 send 给他们啦，我是因为我的 Instagram 是 link to 我的 Facebook 嘛，我的 Facebook 是真的是我的 family 们在 add 的，就是我的亲戚们全部，我不管我就同步 share 过去。那你有没有收到什么 feedback？ 没有actually 我妈咪是按了一个 love 的 reaction， 然后我的爸爸只是看到，因为我那时候有一点，我会在意他们有没有看，所以我有特地去点开story 有谁看这样来，我看到我爸爸有看那我就有去问他说，我看到你们看到，你们什么感觉这样子？那时候我妈妈是讲，其实只要相爱都 OK 这样 ，no big deal 这样子就 OK 还好。我爸爸讲什么什么环境改变心态之类这样子的东西。自己负责就好类似啊，来这样子，我想OK 啊，这样就结束了。我的出柜就是好简单很简单，然后就顺便跟朋友们讲，这样 easy busy 这样就过了，这样没有什么太 drama 的东西啊。对我来讲，就是我的出柜之路跟我的自我认同，一切顺得有点不可思议。算是我觉得也很幸运遇到一般开明的朋友，那个时候，所以让我
在自我认同这条路上不会太打架太多。如果我身边都是一群真的是很排斥同性恋的话，我觉得我可能需要很多时间去承认自己，或者是甚至去跟他们出柜。可是可能因为他们都很 OK，and then 我就是很自然的在韩国的朋友也都是这个圈子里面的人，所以就让我觉得其实真的没有什么不同。爸爸讲嘛，环境改变心态嘛。这样他讲对哦。对哦。你发有出去过的话，有没有什么其他的网友发一些奇奇怪怪的话？肯定有啊，一定是有的。可是大部分是那个性别的比例是骂的一定都是男的咯，我不懂为什么啦。他们都会讲什么恶心的东西，就是他们骂人蛮难听的。我一直以为我很容易我会被这些陌生人的评价影响，可是想象中我好像对这些我不认识的人，完全对我不会造成任何的影响。就是看到这些男生骂的东西的时候，我反而会觉得，哇，你真的很坚定我喜欢女生的这个想法。这样子的感觉 ，you know？I know。然后有些人骂我，又要用很比较高级的词汇来染色体，我不知道你懂什么 XY 那个，但是他超出我的知识盲区哦，所以他在骂我的时候，我讲什么意思？我还是可以说给我的朋友，请问他是在骂我吗？他们说是的，我就好的，就是要讲我染色体不正常的意思，可是我看不懂，所以看不懂也挺好的。对，可是那时候我是觉得蛮好笑的，我反而没有被影响。我觉得我会被影响的，可能真的是身边的人，如果他们对一些事情就是评价的话，可能我就会就会走心啊。也有人会讲说，为什么你一定要去到处跟人家讲？我觉得我也不是说到处跟人家讲，是你们把这件事情你们自己看太大。其实我就是跟人家讲，我喜欢的是女生而已。因为我不讲，大家就是会下意识的预设你是喜欢男生的。可能 LGBT 的人也是讲，其实如果我们一直强调我们自己跟别人一样，我们就不应该有出柜这个词。对。可是我在想的是，因为这个时代它就是没有办法让你就是跟别人一样，所以你没有办法，如果你不特别去说明你跟别人不一样的话，人家就真的会觉得，你是异性恋。我觉得这是必须要经过一个过程啊。我到现在还在摸索要怎样去更好的 deal with 这件事情。如果像别人没有问的话，你还会自己讲吗？还是你会别人提的时候你才会讲？我喜欢女生，就这样。以前刚开始认识自己那个 identity 那一时刻很兴奋，就都会讲。尤其是遇到同个圈子的人的话，就你也是，我也是，耶！但现在有一点看不到，现在就你有问你我才讲这样，然后你没有问我也不会提啊什么什么的。就好像有时候人家爸爸妈妈，你们都有男朋友女朋友啊这样子啊，问到你，可是到我这里我可能会下意识的会害怕说，我到底要不要讲，会不会让我的这个朋友，就他妈妈会不会觉得，为什么你掺一个同性恋朋友？我会有这样子很多这样子的会有这样子的担忧哦。然后也会担心说，我现在讲会不会让整个气氛变得很尴尬？可是我不觉得这应该是我们承担的吗？就是，对，我觉得为什么我们要这样一直去想对方到底听到这个是什么感受？如果你不舒服，那就是你的问题哦。可是讲是这样讲，到那个时候的时候，你还是会这样做，你还是会选择去，好吧，我就，他会问你有男朋友，没有。就带过我之前还有认识一个中东的朋友，就是去旅行的时候，然后他那时候就看我们就在韩国认识了一个人旅行的时候，然后他就想我，他就问我，那你是 LGBT 哦？我讲他讲 Oh my god， 这是一件很不好的事情。我说那就没办法了，拜拜。那我觉得是这样子啊，你能接受人就接受，不接受我也不能逼你接受，但是我们就阻断我们的联系这样子咯。他的 religious 应该是对呀，所以 I respect you, you respect me。对我来讲，一个家是我有我自己的空间，我可以有我一间自己独立的一个，就比如说这样的空间，是我的，专属于你。对，不是说回家然后一堆人我家里只有4个人啊，只是就是好像在韩国，我会很喜欢在韩国，是因为那时候我有自己租屋子嘛，对，然后就算是我有一个家在那边的感觉，就你的心里有一个对，反而我会觉得爽，好像在韩国每天有一个地方是属于我自己的这样子。跟我在北京的时候是一样的。Yeah，exactly。因为回马来西亚，我是跟我妹妹 share 房间的，虽然她也不在啊，她在外国，but 你就知道这个房间它终究是2个人一起 share 的这样子。对，然后可能客厅啊这些空间也是大家一起的嘛这样子。然后我就觉得这样我是一个很需要有自己的小天地的人。我觉得我对家的概念就是很矛盾。有时候觉得它就是我家，有时候我就觉得我就想逃离这个家，就是这样子。是很 complex 的，很复杂的一个情节。我觉得每个家庭应该都差不多吧，不知道。我感觉马来西亚的好像都差不多。其实挺庆幸我去了中国留学的。怎么呢？因为不是听在马来西亚的时候会听很多人讲，
中国那边的家庭就是很鸡娃，就是特别的想要去 push 孩子啊，因为他们都是 solo kids 嘛。对对对。然后 as I 去那边跟我是会发现到，其实他们的 parents 很爱他们的孩子，可能是我接触的朋友，这个圈子就是他们的父母都很乐意给孩子就是 go。这样你接触的应该是比较少数。应该是比较少是的。我见到的应该都比较不像是这样，因为我不确定可能时代。你学的。maybe。可是我觉得这个不能用国家来讲，因为我觉得每个人的家真的是一个很不同的群体来的。所以，如果说纽西兰影响我最深的，我觉得是对工作的看法不同。因为纽西兰的话，它真的是每个工作的不分高低啦，就大家平等，对，很平等，就真的都很平等。然后每个人都可以得到他应得的报酬跟 work-life balance 这个东西，觉得我们其实也不用这样卷。你懂吗？就在亚洲国家，大家都好像一天要做到10个小时啊！就是亚洲人去到纽西兰也是很卷的，都是亚洲人，他们是亚洲人在卷，他们一天要做12、14个小时这样子，在纽西兰的时候，就打工还是开餐厅这些？打工。就我觉得真的大家有需要，就真的要这样子过生活。可是每个人去的目的不一样啦，所以我是觉得 OK， 每个人就过好自己的生活。因为我知道我那时候在纽西兰，我在很迷茫一个东西的时候，我看到一句话是，我那时候在跟朋友在聊我们的，就讲我现在其实一直在，好像感觉我一直在原地打转，就一直在不同的地方重新开始，不同的地方重新开始这样。然后其他人可能是在一个地方，然后他就慢慢一步一步往高处走这样。我那时候我们就不知道为什么小红书头条我们讲话还是什么，然后出来那个 Explore 的第一面，他就讲，其实人为什么一定要往高处走？其实我们可以四处走。对，然后我那时候就觉得是哦。其实，但是没有人觉得四处走是对的，大家都觉得只有往高处走才是人生唯一正解。所以我现在就在 try to 去，真的是觉得，如果我就不是一个适合在一个领域往高处走的人，那我就去接受我是一个需要去四处跑的人。然后在我跑的当下，我一定要很坚信说这件事情也没有分对错，因为如果你在做的当下你觉得这件事情错了，其实会很辛苦，就好像就会很迷茫，就讲我其实做这不对的事情。不要去听这样多别人的声音，可是现实讲跟做起来是不一样。这个时候要时间啊，我觉得。但如果那一年还是要去上海的话，我也希望我可以 open mind 一点去 try 更多的东西。我觉得上海有很多可能性，但是那时候我有点不懂要怎样去 explore 啊，就不懂要怎样去参不同的圈子，就可能每天只是跟大学朋友玩。我没有讲大学朋友不好，只是说都去到上海 why not 去 try 一点可能不是学校里面的人，就是可能一些 club， 我讲的是社团啊，不是去 club， 就是那种外面的社会 club 啊什么。因为上海真的有这样多很多。因为我想的话是，我回北京我也想要去 try。你去 try 啊，北京其实有很多，我不知道哪里啊，你用小红书随便找一些线下活动啊，然后甚至 LGBT 有一些交流会啊，或者是酷儿交流会，然后就大家一起去做一个活动什么这样，我觉得很好。对，我觉得那时候有点可惜啊，没有这样子去做这样多事情。我直接问下一个阶段你有什么打算？现在每次我也不是想别人问我有什么打算，没有，所以我现在就是很 lost 啊。我觉得自媒体是 OK， 我觉得不懂我感觉人生可以 try 的东西有很多，就不把自己我好像不会我好像也不会把自媒体当成我的职业。我每次跟人家的职业我就无业游民啊，然后把单做一下自媒体感觉很酷。有什么想要去尝试的东西吗？你看我就是很矛盾哦，我就是矛盾我就讲我要 try， 然后每次看到的时候我就我不想。你要 try 什么？你要 try 什么？我那时候就想我要不要 try 去公司啊？那你尝试过去坐班吗？我没有，光是想象我9点做到5点啊这件事情很可怕，很可怕。所以我觉得，既然光是想象的那么可怕的话，是不是就不应该 try？ work from home 挺好的，work from home 挺好的。我迷茫的角度是，我不知道我能做多久。就万一有一天我真的 stop 了，那一天你有没有去纽西兰了？对，万一我有一天真的 stop 了 everything 我需要在这里找一碗饭吃啊，我的 resume 很难看。因为我也没有真正进过公司嘛 ，right？我那时候差不多在读书的时候，我就开始在做这个，然后就是 take as a part time 啊 income 啊这样子，然后到现在算是 full time 嘛。但是我感觉我的人生的那个历练就没有什么社会化，你知道吗？也没有到什么需要社会化的吧，还挺社会化的你。你有去过纽西兰吗？社会化过吗？有道理哦，对吧？对吧？纽西兰你也是有赚到钱嘛，对不对？也是啦，就是我不懂，就身边很多声音，就可能好像做这种我们不懂算是不务正业的话，可能长辈就每天看你在家，不知道你在干嘛，然后人家看你在家，不知道你在干嘛，所以去的。我们这一集就
年轻人，到此结束。我是不是太怪了？你会不会这样想？不会，我没有啊，我没有啊，我不会觉得他怪，这个 rap 好烂哦。非常好，非常好。 OK done，嗯，拜拜。拜拜。你觉得嘞？我觉得是video。